车祸发生时，沈燕石为了救我，伤了一条腿。救护车上，有人问我：“你丈夫伤得这么重，为什么你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啊？”我一脸平静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，在知道他外面有人的那一刻，我就决定不要他了。知道沈燕石在外头有人，是在我们结婚3周年纪念日。沈燕石出差回来，我去机场接机的路上被追尾了。对方是个20出头的女孩，一直跟我说对不起。看她态度诚恳，车子也没大碍，我就没追究，好心叮嘱她开车要小心点。我记住了，姐姐，能借你手机给我打个电话吗？我手机刚好坏了，我犹豫了下。她看着我，一脸焦急，拜托拜托，姐姐，就1分钟。我男朋友马上下飞机了，联系不上我肯定会着急的。我把工作用的手机拿给了她，当着我的面，她给她男朋友打了电话。我不管，今天是我生日，你必须陪我。好，那待会儿见，爱你哦。她挂了电话，笑着把手机还给我。姐姐，你过生日的时候，你老公一般都送什么礼物啊？我微怔了下。她扯嘴笑了笑，抱歉啊，姐姐，今天是我跟男朋友在一起过的第1个生日，我就是好奇问问。我随口说了几个，包包、首饰、衣服、鞋子都有。真好，说我也好期待呀。她惊叹出声，又看向我，好似苦恼地问道：但是姐姐，你觉得我是不是要让我男朋友把未来的生日礼物一次性都给我呀？不然以后他要是变心了，不就便宜了别的女人？这话听着耳熟，好像以前自己也说过。我笑了下，要是你想，也不是不可以。真的吗？姐姐眼里是不是只有钱啊？她唇边露出一丝鄙夷，却笑得眉眼弯弯。不过我不一样，我才不要他什么礼物呢，我只要他陪着我。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他答应会陪我的。车上包里手机响了，我无异于他再多说什么。上了车，是沈燕石打过来的。念念，这边的项目临时出了点问题，我今天可能赶不回去了。我有些失落，但还是安慰他。好，那你先忙，但也不要熬太晚，注意休息。对不起呀，念念，我明天一定赶回去。我看了眼副驾驶上的包，笑了下。没关系，那你明天注意安全，我在家等你回来。挂了电话，准备调转车头回家。突然有人敲我的车窗。你好，我是西安医院的医生，要赶飞机去 A 市做手术，但车子抛锚了，能麻烦你送我去机场吗？见我犹豫，他又从车里拿出身份证和工作证，把人送到机场。那人匆匆忙忙的，手机落下了也不知道。我停好车，拿着手机去追，余光瞥见一抹熟悉的身影从机场走出来，是沈燕石。可他刚才不是说赶不回来了吗？正要喊他，下一秒，刚才追尾他车的那年轻女孩跑过去，一下扑进他怀里。沈燕石后退一步，笑着把他抱住。隔着距离，他们的声音有些模糊地传过来：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怎么又突然过来了？女孩从他怀里仰起脸，嘟着嘴撒娇：我不要，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，而且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就要你陪我。你不陪我，我就再也不理你了，哄不好的那种。哼！女孩佯装生气要走，被沈燕石重新拽进了怀里。他宠溺地亲了亲她的额头，嗓音柔软：好，我今晚陪你，别气了。真的吗？那你老婆怎么办？我跟她说临时有事，回不来。那这么说，晚上你也不用回去了？还不是为了陪你这个小妖精。哼，我是小妖精，你就是老妖精。老妖精看着他们旁若无人的亲昵调情，我气得全身发抖，想冲过去质问，刚抬脚，眼前却突然一黑，下一秒便失去了意识。再醒来时，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。小姐姐，你醒了呀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医生。一个扎着脏辫、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站起身朝我走过来。我摇头，我没事，谢谢你送我来医院。不是我啦，是我哥。哦，我哥就是那个医生，是他打电话让我来照顾你的，不过他现在出差了，你要谢还是等他回来亲口跟他说吧。对了，我哥叫博野，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过，但我没放在心上。回到家，我昏昏沉沉睡了一天。沈燕石回来时，我还躺在床上。念念，你在家怎么不开灯啊？他按下开关，原本漆黑的卧室顿时一片大亮。我伸手挡了下光。我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沈燕石走过来，关切地问，还伸手在我额头上试了试。念念，不舒服的话，我们去医院吧。
不然晚上又该难受了。他拿开我的手臂，见我双眼红肿，他怔了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念念，怎么还哭了？是不是怪我昨天没赶回来？对不起，念念，都是我的错。他把我抱在怀里，不停道歉。不是，可能下午被追尾吓到了，做了个噩梦。那你有没有受伤？他松开我，开始检查我身上，脸上的焦急和担心一览无余，看起来那么真切，一点也不像在作假。可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突然就变心了呢？我看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他，眼泪不争气的又流了下来。沈燕时有些慌了。念念，别哭，做什么噩梦了？跟我说好不好？我陪你一起承担。我张了张嘴，眼泪流得更凶了。阿燕，我梦见你不要我了，你喜欢上了别的女人，你不要我了。沈燕时顿了下，眼神闪躲，不敢看我。他伸手重新将我抱在怀里，安慰我，不会，念念，我不会不要你，也没有喜欢别人。我死死掐着掌心，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艰难地开口，不是，阿燕，其实我是想说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喜欢上了别人，你一定要亲口告诉我。我虽然会伤心，会难过，但我不会缠着你，我也不会想不开，我会离开你的世界，一个人继续好好的生活。要是遇到喜欢的、合适的，我也会再嫁人生子。所以阿燕，答应我，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要好好的，好吗？有温热的水珠掉在我脖颈。沈燕时哭了，她声音哽咽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，念念，我们会永远在一起，永远。哭出来后，我好受很多。至于他的话，我一个字也不会再信了。沈燕时抱了我很久，趁着他去洗澡，我拿到了他工作用的手机。很早之前，我们彼此就把指纹录进了对方的手机里，彼此没有任何隐瞒和防备。我们认识近20年，在一起8年，我对他有着全然的信任和理解，从没有查过他的手机，而他也正如我一样。所以，针对这场婚外情，他没有想过做任何的掩饰。我很顺利地解了锁，打开通话记录，我的工作号赫然在列。一般我们通电话用的都是私人号码，昨天沈燕时没发现，而我也没留意。我猜他大概是忘了我的工作号，亦或是当时想见情人的心太迫切，一时疏忽了。关闭通话记录，我打开他的微信，置顶的备注是小妖精。聊天记录里明晃晃记录着他跟这个小妖精的暧昧。他叫许清言，是本市一所名校的大学生，今年大4。沈燕时叫他妍妍。因为抱怨住校的诸多不便，沈燕时就在学校附近给他租了一套高级公寓，还配了一辆车。我想起昨天追尾的那辆红色宝马，50多万，不算贵，但于他而言就未必了。因为他喜欢琳娜贝儿，沈燕时专门去上海给他带回来2大箱。他把玩偶摆满整张床，拍照发给沈燕时，要是我跟你老婆躺上面，你选谁？沈燕时回他，当然是选你了，小妖精许清言。那说定了，下次你来我们在上面试试，我想让所有琳娜贝儿见证我们有多恩爱。都听你的。后来他们试过了，许清言说棒极了。沈燕时似意犹未尽，我停在屏幕上的指尖一寸寸下滑，越来越没有力气。原来过去无数个他说加班的夜晚，都是在跟许清言在一起。就连1个月前我生日那天，他突然说公司有事，也是因为许清言不想他陪我庆生，故意喝醉了跑我家楼下，我孤零零等了1个晚上，而他们在一起一整晚，以至于第2天沈燕时回来时眼底乌青明显，我还心疼了一番。如今看来是多么可笑又讽刺。我强压住心里翻涌而上的痛楚，滑到最下面。是2个小时前，我把你送我的那串佛珠扯断扔掉了。许清言轻蔑地说，这种满大街一抓一大把的东西，亏你老婆也送得出手。他要是真心疼你，就该去公司帮你多分担，而不是在家坐享其成，整天想着跟那些有钱人家的太太小姐们吃喝玩乐。他到底知不知道你挣钱真的很辛苦啊？也是，看他长得那一脸精明样，根本就不是真的心疼你。要不是看你现在事业有成，他肯定早就抛弃你了。真心话，我觉得他真的不配做你老婆。后面沈燕时反问了一句，那你觉得谁适合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而就在刚刚，沈燕时进家门前回复了他一条，我觉得可以。沈燕时洗完澡出来前，我已经把他的手机放回了原处。
他没察觉出异常，擦着头发催我快去洗澡。我没动，盯着他空荡荡的手腕问：“你今天没带那串佛珠？”沈燕时脸色微变，低头看一眼，声音不疾不徐：“昨天应酬的时候不小心弄断了，已经让助理拿去修了，过2天就能拿回来。大概是对我撒谎成性。如今他撒起谎来，脸上也看不出任何异样。看你脸色不好，要是没力气，我帮你洗。”说着，他朝我伸出手，我往后躲了下，避开他的触碰。“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对了，我有个稿子要赶，今晚睡客房。”沈燕时微怔，迟疑地看了我几秒。“好，也不要太晚，早点休息。”在电脑前发了2个小时的呆，我自虐般地推开卧室的门，里面传来调笑声，是沈燕时在跟他年轻的情人调情，很专注，情到正浓，两人甚至开了视频，隔空上演少儿不宜的画面，我直接看吐了，拉上门冲回客房，抱着马桶吐了个昏天暗地，胆汁都吐出来了。沈燕时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。“念念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起来上厕所，听到这边有动静，我不放心，我抬手先一步挡在前面，摇头：“我没事，你别过来。”脏。他一脸紧张地来拍我的背：“是不是肚子着凉了？你这2天差不多要来例假，我一会给你煮点红糖水，喝完早点休息。”我推开他的手：“那你快去煮吧，我缓一下就好了。”好。走出去时，他还回头看了我好几眼，像是在观察我刚才有没有去过卧室，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什么。我洗了把脸，转头一脸疑惑地看着他：“怎么了？”阿燕表情如常，只语气带着点病态时的柔弱。沈燕时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：“没事，我去厨房了，有事叫我。”喝过红糖水，我跟着回了卧室。这次沈燕时沾床就睡着了。想到刚才他跟他的情人开着视频，在这张床上做了什么，我就直犯恶心。掀开被子下了床，直奔客房。但我睡不着，只要一闭眼就会想到过去。那年我6岁，沈燕时跟着他妈妈搬到了我家隔壁。孩童时期，单亲家庭的孩子很容易遭到同龄小伙伴的排挤和嘲笑。沈燕时毫无意外成了他们欺负的对象之一。那时我爸还在，他是消防员，很威武很神圣的职业，也是众多小屁孩仰慕的大英雄。我是大英雄的女儿，他们不敢欺负我，甚至有时候还会被我欺负，但他们从不敢告状。有一次放学回家的路上，沈燕时被他们按在地上欺负，被我撞见。我像个女侠似的叉着腰，奶声奶气的警告：“沈燕时是我的人，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，以后你们再敢对他不客气，我就回家告诉我爸，让我爸来收拾你们。”最后他们是哭着跑回家的。那天起，沈燕时几乎跟我形影不离，他妈妈也很少管他，整天只知道打牌，他也经常饿肚子。我就经常叫他来我家吃饭，我爸妈都很喜欢他。初2那年，他妈妈煤气中毒去世，我爸妈帮着他处理了后事，又把我的钢琴房收拾出来，给他准备了房间，我们成了一家人。同一年，我爸在一次火灾抢救任务中不幸牺牲，最后被我爸救出来的那个人，却因为断了一条腿，带着一帮人经常来我家闹。他们造谣我爸办事不力，抢救不及时，害他再也站不起来，要我妈赔钱，跪下给他磕头。我妈本就受打击的精神更加错乱，终于她再也受不了，在一个安静的夜晚，一个人跑到大街上，自己往大货车上撞。那天我哭到晕厥，醒来时，沈燕时抱着我说：“念念，别怕，你还有我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”我跟沈燕时相互鼓励，相互扶持，靠打零工、助学贷款和奖学金，我们一起读完了高中和大学。毕业后，沈燕时拿着我们一起的积蓄，跟人合伙创业开公司。我边打工边熬夜写网络小说，赚钱维持开销。我们都足够努力，也足够幸运。沈燕时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，我也成了小有名气的网络作家。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。婚礼那天，沈燕时握着我的手，像神明庄严而神圣的启示：我会永远爱江念，一辈子不离不弃，一辈子守护他，爱护他。即使天荒地老，即使海枯石烂，我对江念的爱也永远不会变。他也曾在我父母的墓碑前发过同样的誓言。我是那么的相信他，相信他是我一生的归宿。直到发现许清言的存在，我才知道自己错得有多离谱。直到凌晨我才睡着，但睡得很不安稳。
梦里会是小时候，我心疼沈燕时吃不饱饭，把自己最喜欢的红烧肉、大鸡腿都夹进她碗里，她红着脸看着我。一会又是我妈不在了那天，沈燕时整天整夜抱着我，不吃不喝，也不敢睡觉，一遍又一遍告诉我，我还有她，她会一直陪着我。到最后，画面变成了沈燕时和许清言躺在床上，她的情人还挑衅我。梦里的画面太真实，我恶心醒了。但缓过来还没一会儿，在客厅里看到沈燕时和许清言有说有笑的那一瞬，我又条件反射犯恶心。吐完收拾好出来，我看着许清言，抢先一步开了口：“姑娘，怎么是你呀？”话一出，在场两人皆是一顿。念念，你们认识？沈燕时肉眼可见的变得紧张。我笑了下，昨天就是他不小心追尾了我的车，好在没什么事。对了，你怎么在我家呀？刻意忽略掉沈燕时逐渐阴沉下来的脸，我问许清言。他下意识看向沈燕时，他是公司给我新招的助理，叫许清言。我今天要去见客户，他过来给我送文件。沈燕时替抢先解释道：“就是啊，沈总说的这样。姐姐，昨天真的对不起啊。”许清言不自然地扯着嘴笑。没事，下次开车多注意就好。我淡然一笑，转移了话题。许小姐，吃早饭了吗？要不一起吃点？不用，沈燕时替他拒绝了，又催促他赶紧走。文件送到了，你先回公司吧。说着，他抬起手腕，假装看了眼时间，拿起手机和电脑包跟我说：“念念，我也快来不及了，你在家要乖乖的。”我端起沈燕时给我热好的牛奶喝了一口，放下时叫住了他：“阿燕，手上这篇稿子我这几天就能完结，之后我准备去公司上班。”沈燕时正在换鞋，听我这么说，愣了下，但很快又恢复如常。你去能做什么呀？赚钱的事我来就好了。你要是觉得在家无聊，就多约你那些太太朋友们出去玩。什么意思啊？沈燕时，你瞧不起我？我佯装生气，起身朝他走过去，像过去无数次那样揪住他的领带，却忍着恶心冲他撒娇。我就是要去，你能做的我也能做。再说了，我是公司的股东，就当是视察工作好了，没人会说什么的。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当初沈燕时创业的资金有一大半是我写小说的稿酬，加上他那个时候全心全意爱着我，想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他把他名下2/3的股份给了我。而我写小说这一路走过来，为了还原和丰富人物形象，查阅了很多资料，也顺便考了很多证，包括金融方面的。至于跟有钱太太们吃喝玩乐，也是为了能帮沈燕时的公司巩固跟合作商的关系。为此，我还结识了不少成功人士，其中包括商界大佬以及社会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，且颇得他们的赏识。甚至现在跟公司合作的好几个老客户，也都是我在私底下下功夫促成的。顾及沈燕时的自尊，我特意叮嘱对方不要告诉他实情。沈燕时是很聪明，也很能干，但在人际关系这方面，他始终比我逊色很多。我之所以没有去公司，一是对他有足够的信任，二是我本身不喜欢商场的尔虞我诈。事实上，在沈燕时说出许清言是他的助理之前，我也没往这方面想。他这一说，倒是提醒了我。行吧，那我回公司安排好了跟你说，不管沈燕时是真心还是假意，总之他是答应下来了。临出门，我又问起他那串佛珠。我这2天老是犯恶心想吐，我会先去一趟医院，回来的时候正好去看下佛珠修好了没有，你记得把地址发给我。沈燕时很不自然地看我一眼，嘴上却应着好。我一会问下助理。沈燕时离开后，我端着牛奶走到阳台上，不一会就看到一辆黑色的迈巴赫和一辆红色的宝马一前一后的出来。目送他们离开后，我拨通了律师闺蜜谢瑶的电话。谢瑶知道沈燕时外面有人，骂了她半个多小时。期间收到沈燕时发来的消息，念念，佛珠修好拿回来了，附加一张她手腕带着佛珠的照片。谢瑶指着那条微信问我，沈燕时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把你送给他的那串保命佛珠弄坏了。我喝了口柠檬水，笑了下。他送给了他的小情儿，人家瞧不上，说满大街都是这种东西，我还送得出手，弄断扔掉了。沈燕时也知道，所以大街上买了个假的糊弄我。闻言，谢瑶气的脸都青了。你还笑得出来？沈燕时到底知不知道那串佛珠是你去大昭寺冒着大雨？我打断他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我没跟他说过，
现在看来，他跟他的小晴儿想的是一样的，他们眼中满大街的东西，却是我一步一扣3000步石阶通往大昭寺求来的。那是婚后半年左右，沈燕时被对家算计，出了车祸，几度停止了心跳，危在旦夕。听说大昭寺的佛祖很灵，我就连夜去了大昭寺。那天下着雨，我外面求了1天1夜，雨水混着我的血水，顺着石阶往下流。我不断祈求佛祖，如果死神非要带走一条命，那就换成我的，但请护他周全。终于，佛祖显灵，我很快收到了沈燕时抢救成功的消息。离开之前，我在佛寺的古树上挂了一个心愿签，愿沈燕时岁岁平安，一生顺遂。佛珠是寺庙的住持给我的，说是能保佑一个人健康、平安、顺遂。他还说，佛祖托他告诉我，要我好好活着，好好爱自己。回来后，我把佛珠亲手戴在了沈燕时右手手腕上。他醒来时看到，还一脸宠溺地说我迷信，但从来没有摘下来过。如今却被他这么轻易地送给了他的情人，被他扯断扔了。心痛的同时，也颇有几分庆幸。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果然不配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收到公司人事主管的消息，他跟我说，沈燕时今天带了个女大学生去公司，让她办理入职，做她的助理，但没有走正规流程，问是不是我认识的人。人事主管是低我一届的直系学妹，当初是我给她面试的。入职半年的时候，她妈妈查出乳腺癌，她躲在楼道里哭，被我撞见。我帮她联系了医院，私下垫付了医药费。我跟她没什么交集，但她一直记得我的好。是认识的人，你别管那么多，安心做好自己的事。谢谢。放下手机，望着街上人来人往，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孤独。趴在方向盘上许久，在抬起头时，我泪流满面。这一刻，我真的好想爸爸妈妈，好想跟他们说说话，好想他们能抱抱我，告诉我没事的，念念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一个人开车回了趟老家，直到傍晚才回家。沈燕时1个小时前给我发了消息，念念，今天晚上不能回去陪你吃饭了，公司有事，我估计要加班到很晚，你晚上早点睡，不用等我。等忙完这阵子，我带你去旅游。我没有回他。一个人吃过晚饭后，开始收拾东西。我把沈燕时的衣物、常用物品以及他的书等塞满了3个行李箱，包括卧室那张床，我也联系了收废品的阿姨。做完这些，我拖着疲惫的身子洗漱上床。刚打开手机，就发现有好几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。老女人在家独守空房，我跟哥哥在吃烛光晚餐。哥哥说我比烛光晚餐好吃。老女人，哥哥没跟你在办公室试过吧？可惜了，以后也不会有机会了，因为哥哥很快就会不要你了。或许是看我没有回应，他急了，开始骂我。老女人，你为什么不说话？是哥哥早就不喜欢你了，你为什么还要缠着他？你是不是怀孕了？是不是想用孩子来绑住是哥哥？我告诉你，别痴心妄想了，是哥哥很快就会跟你离婚的，他爱的是我，我会给他生孩子，我们才是一家人，你最好去把孩子打掉。老女人，你去死，你和你的孩子都该死，去死吧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恨不得立马冲过去撕烂他的嘴。深吸几口气后，我坐起身，方才的疲惫和困意一扫而空。原本还想给自己喘口气的时间，等做足了准备再摊牌，现在看来好像没必要了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。通过那个匿名手机号，我很快找到了许清言的微博。对于这段知三当三的感情，他完全没有任何掩饰，甚至专门建了个组，用来记录他跟沈燕时的点点滴滴，取名和时哥哥的恋爱日常。初时在酒吧做兼职赚学费，差点被欺负，他救了我。在酒吧等了好几天，终于又见到他了，跟他说了谢谢，他还对我笑了。真正让他们的关系突破道德底线，是后来有一次，许清言去酒吧参加某个富二代的生日趴，喝了加了料的酒，但他没报警，反而把求救电话打给了沈燕时。然后隔天，他发微博，终于跟英雄奔现了。果然是我的英雄，好厉害！药都快断了，配图是一张男人裹着浴巾的半身照，上面一道刀疤清晰可见，是沈燕时为了保护我被伤的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大3那年，我被某个无良编辑以小说影视化合同签约为由骗去酒店。当时意识到不对劲，
我第一时间报了警，之后躲在浴室给沈燕石打电话。他比警察先到，跟那个人扭打时被刀捅伤，好在警察及时赶到。看他受伤，血流不止，我哭得不能自已。可他却不管不顾的，红着眼圈把我紧紧抱在怀里，许久都没有放开。幸好我的宝宝没事。对不起，让宝宝受惊了。自那之后，每次被要求县下面签的合同，他都会陪我去。又跟室友吵架了，不就是用了一下他的口红，他口红那么多，我用一下怎么了？他又不会死。一群贱人，就知道避避避。我妈也烦，穷鬼一个。但跟阿石哥哥一说，他马上就给我买了好几套，还有护肤品，比那个贱人的还要贵要好。被爱的感觉真的太棒了。他还配了图，都是高端货。想当初，因为没钱，我跟沈燕石为了凑学费、攒生活费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自来水配白馒头。他不止一次发过誓，念念，我一定会努力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以后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再也不用担心没钱。如今他确实说到做到，可却不是只给我一人，他也给了别的女人。我自虐般的把许清言的微博翻了个遍，每多看一条，心口就像是被多扎了一刀，直到鲜血淋漓，血肉模糊。我不断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，记住现在的痛。到最后，心痛的几乎窒息，我再也受不了，擦了把眼泪，准备退出他的微博。刚点了一下，就有一条新动态跳出来，发布于2分钟前，一张在沈燕石办公室拍的夜景照。照片左侧，两只附在一起的手十指相扣，男人手上青筋凸起，无名指上的婚戒格外显眼。今晚破纪录了，男人果然不能激，一激就跟不命似的。好累好困啊，喉咙也疼。某人却跟没事人一样，还给我喜香香。置顶的评论是：下次再敢说我不行试试。许清言撒娇求饶，我不敢了吗？而是哥哥最厉害了。一阵强烈的反胃感涌上喉咙，我跌跌撞撞地跑进洗手间，抱着马桶吐了个昏天暗地。吐完，我按着肚子跌坐在冰冷的地板上，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许清言这个时候给我发短信，挑衅是其次，目的是激我去捉奸。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公之于众。这么看来，昨天的追尾事故也不是意外，他是真的想撞死我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背脊一阵发凉。推开沈燕石办公室的门之前，我用工作号给外地出差的闺蜜谢瑶拨通了电话，叮嘱她，要是我发生任何意外，立刻报警。我把办公室的灯全部打开，里面一片狼藉。休息室的密码没改，我很顺利地推开了门，按下开关，拿手机摄像头对准床上搂在一起睡得正香的两人，用力拍了2下门板。镜头里一片兵荒马乱之后，我看着一脸惊慌的沈燕石，平静地开口：沈燕石，给你2分钟，穿好衣服出来。念念，那串佛珠呢？话题转得太快，沈燕石愣了下，反应过来，他讨好似的抬起手腕，我一直戴着，修好后我再也没摘下来过。念念，你听我看一眼，笑着打断他的狡辩，多少钱买的？9块9， 9块9，还是29块9？沈燕石，我亲手送出去的东西，你以为我认不出来？看来大师说的没错，佛珠只配有缘人，无缘之人，就算得到了，也守不住。比如说你，也就只配这种满大街的烂货。人也是。许清言像是一下子被这句话激怒了，裹着浴巾冲出来：贱人，你敢骂我？言言，沈燕石拉住他，被他一下子甩开。怕他做什么？他趾高气扬地质问我：不就是一串佛珠吗？你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？什么大师，什么灵性，这种满大街一抓一大把的东西，老女人你糊弄谁呢？也就阿石哥哥天真，才会被你骗得这么惨。我盯着沈燕石的眼睛，所以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对吗？沈燕石没说话，算是默认。我苦笑了下，却没再辩解什么。许清言又开始嚣张：老女人，没话说了吧？我告诉你，阿石哥哥早就不爱你了，要不是念在你父母收养过他，他早就跟你离婚了。你也是犯贱，仗着自己父母对阿石哥哥的恩情，就一直缠着他，臭不要脸。阿石哥哥都跟我说了，你爸爸因为抢救不及时，害别人断了一条腿，一辈子都站不起来。我就说像你爸爸这种人，死了也是活该，他就该。啪！我红着眼圈扇了他一巴掌。
用力扯住他的头发，拽着按在桌子上，单脚踩上他的背，眼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。刚刚的话给我收回去，我叫你给我收回去，我就不，我又没说错。许清言还嘴硬，还有你妈，什么被逼疯了，我看他就是有病，神经病。我抬手又扇了他几巴掌。许清言疼得受不了，开始大哭，喊救命。沈燕石要来拉我，我抡起旁边的红酒瓶朝他狠狠砸去，红着眼冲他吼，滚！沈燕石，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你妈死了，我爸妈把你当亲生儿子一样，给你吃给你穿给你地方住，供你上学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他们？你怎么敢？早知道你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当初我就不应该救你，是我瞎了眼。不是，念念，我没有，我不是，你相信我。沈燕石脸上尽是痛楚，但我不会再被他骗了。我闭了闭眼睛，在开口时嗓音坚定，一个扭曲事实，污蔑烈士，一个辱骂诅咒烈士，已经违反了英雄烈士保护法。这里有监控，我也录了音。沈燕石、许清言，你们两个我一个都不会放过，我会向法院对你们提起诉讼。沈燕石呆呆地看着我，脸上的血色一点一点褪尽。但这还不止，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你婚内出轨，作为婚姻的过错方，理应在财产上做出让步，你说对吧？沈燕石，他看着我，脸色一片惨白，好半天才找回自己的声音，什么意思？念念，你要跟我不离婚，难道还等着过年吗？我冷笑着打断他，离婚协议和财产分配协议，我会让瑶瑶尽快发给你。就这样吧，沈燕石，我们到此为止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念念，我不想跟你离婚。他追上来，语无伦次地说着，我爱的是你，跟他就是一时糊涂，我根本不爱他，也没想过跟他结婚，你相信？我停下来，平静地看着他，余光瞥见他身后许清言惨白的脸。可是沈燕石，我有洁癖，你知道的，而你真的好脏，我不要了。是哥哥。无论许清言怎么喊，沈燕石都还是追出去了。看着不断下行的电梯，他眼底闪过一抹恶毒的狠戾。江念，都是你逼我的，只有你死了，是哥哥才能真正属于我，你真的该死，去死吧。说着，他找到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，再给你100万，我要你现在就把那个老女人撞死。出了公司大楼，我一边跟在外地出差的闺蜜谢瑶通话，一边走到路边等车。路上，一辆行驶着的白色面包车突然失控般地撞向我，好在我躲开了，但人摔在地上，惊魂未定，司机却突然加速，轮胎摩擦地面，发出巨大的声响。我猛地抬头，那辆车已经朝我撞过来了。念念一阵天旋地转，火辣辣的疼痛过后，我看到了几米之外躺在血泊里的沈燕石，愣了愣。网约车司机刚好赶到，白色面包车才仓皇逃离。我颤抖着手打了120，直到上了救护车，我整个人都还是懵的，只呆呆地盯着担架上昏迷不醒的沈燕石。有护士问我，这位先生是你什么人啊？他是我丈夫。或许是我表现得太过镇定，另一个护士笑着调侃，那你怎么看起来一点也不担心啊？我们马上就要离婚了。话一出，车上的人皆是一愣，看向我的眼神变了变。我没解释，淡淡的收回视线，心里想着，刚刚沈燕石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是爱吗？如果是，那他为什么又要跟许清言纠缠在一起？为什么要那样污蔑爸爸？我想不明白，也不想再去想了。沈燕石在抢救，许清言不知道从哪里知道的消息，大半夜全副武装地赶来医院，守在抢救室门口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不知情的还以为她才是沈燕石的老婆。江小姐，你也受伤了，跟我去做检查吧。进到诊室，我才认出他是谁。包医生脖也很轻地嗯了一声，动作不停地帮我检查伤口。还好，膝盖和胳膊都只是擦伤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你脸色很差。他蹲下身问我，眉眼温柔。肚子有点痛，孩子保不住了，但我执意要了保胎药。博也什么都没问，只是叮嘱我，有任何情况记得给我打电话。他把他的手机号设置成了我的第一紧急联系人。好，谢谢。沈燕石手术很成功，转移到了病房，只是右腿骨裂，需要静养。我看着红着眼眶守在病床前的许清言，淡淡的说，你不是想做他老婆吗？
现在我要回家，你去不去拿他换洗的衣物？许清言尽管憎恨我，但他更迫不及待要向沈燕石以及世人证明，他才是最爱他的那个人。现在是难得的表现机会，没有任何犹豫，他跟我回了家。一进门，我就指着客厅那3个大行李箱，跟他说：“这里面都是他的东西，我已经收拾好了，你拉走就行。”许清言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冲我嚷嚷：“老女人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把阿石哥哥赶出去？这套房子写的是我的名字，现在我跟沈燕石要离婚了，要他搬出去，有什么问题？我把包里的安胎药拿出来，放到桌子上，去倒水。保胎丸，你真的怀孕了？”身后很快传来许清言的惊诧声。我背对着他，没说话，继续倒水。他开始质问我，情绪变得激动：“老女人，我警告过你的，叫你把孩子打掉，你为什么不打？你别以为有了孩子，阿石哥哥就会回到你身边，你做梦！你还不知道吧？我也怀孕了，哈哈，双胎是阿石哥哥的，我不会让你把孩子生下来的。都怪那个人没用，昨晚就应该撞死你，你死了，你的孩子就不能跟我的孩子抢财产了。你去死吧，老女人！”许清言从身后狠狠推了我一下，我有心理准备，却还是重重地撞在料理台上，肚子一阵剧痛，身下缓缓涌出血红色的热流，顺着我的腿流淌下来，地板上很快蔓延开一片触目惊心的红。我虚弱地扶着料理台台沿，看到了手机上沈燕石打过来的10几通未接电话和短信：“念念，都是我的错，你打我骂我怎么对我都行，求你别伤害她。妍妍她怀孕了。”浑身的血液因这2条短信而瞬间凝固，我呆愣了几秒，浑身无力跌坐在地上。许清言凑近我，嚣张地说：“阿石哥哥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觉得他会选你还是选我？”他砸破水杯，在自己手臂上划出一道口子，血流不止。在门被推开的一瞬，他躺在地上抱着肚子直喊痛：“啊，好痛！我的肚子好痛啊！阿石哥哥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们的宝宝！”沈燕石坐在轮椅上被陈助理推进来时，看到的就是这一幕。他冲我大吼：“江念，你疯了吗？你怎么这么残忍？妍妍她怀着你的孩子，我知道。”我打断他，有气无力地笑着看向身前一片嫣红。可是这也是你的孩子啊！沈燕石，他变成一滩血水了，你说他该有多疼啊？他一脸错愕，似乎才意识到这一地的血都是从我身上流出来的。顿时瞳孔紧缩，再开口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念念，救护车在半路出了车祸，一时赶不过来，情况危急。”沈燕石让陈助理送我。阿石哥哥，我肚子好痛啊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们的孩子！阿石哥哥，念念姐的孩子已经没有了，难道你要让你的另外2个孩子也没有了吗？许清言哭着打断他。沈燕石犹豫了，挣扎了几秒，他一脸愧疚地看向我：“对不起。”我绝望地闭上眼睛，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滑落。早就知道答案了，不是吗？我拨通博野的电话，他接得很快，我就在楼下，门牌号是多少？我虚弱地说了个数字。沈燕石跪在我面前：“念念，你坚持住，救护车很快就来了。”对不起，我没得选择，那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死。虽然很残忍，但妍妍说的也没错。念念，没关系的，养好身子，孩子我们以后会再有的。我看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可是沈燕石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真的会死？”他一顿，脸色煞白，但很快又摇着头，催眠自己：“不会的，念念，我不会允许那样的事情发生，你相信我。”我冷笑，收回视线，摸着肚子，温柔叮嘱：“宝宝，看见了吗？记住这个男人的脸，以后要是不幸遇见，赶紧跑，有多远跑多远，不要回头，跑得越远越好。他是坏人，会害你的，千万不要被他找到。”沈燕石崩溃痛哭：“念念，你别说了，我求你别再说了。”昏迷前1秒，我看到博野冲了进来，之后我陷入了一场回忆的梦境。那时沈燕石跟他妈妈刚搬来我家隔壁没多久。有一天，爸爸临时有事没接我放学，我自己走路回家。路过一个巷子口时，看到隔壁班王胖子和他的小伙伴们正在欺负同学。听说你妈经常不给你饭吃，肚子是不是很饿？我妈今天给我喝了一大碗排骨汤，很有营养的哦，喝我的尿给你补补吧。快按着他，把他的嘴掰开，我要尿进他嘴里。被按着的人使劲挣扎，但寡不敌众，很快就被制服。
正义感爆棚的我边喊边冲过去：“王启义，你又在欺负同学？是不是上次没被你妈妈打痛？”走近了，才看清楚被欺负的人是沈燕石。确切地说，那是20年前的沈燕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天也是他岁的生日。王启义陪笑着跟我解释，求我不要跟他妈妈告状。小小的我叉着腰训斥他，警告他以后不许再欺负同学了。现在开始，沈燕石是我的人，欺负他就等于欺负我。画面一转，是20年后，在我跟他的情人同时需要抢救时，他抛下流产血流一地的我，选择先救他的情人，理由是他怀着他的孩子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情人是装的。从昏迷中醒来，伯爷守在我病床前，他双眼红肿得厉害，像是哭过。我笑他是不是怕我死了，他要担责。他看着我没说话。我说不用怕，我命大，死不了。就算我真的不许胡说，江小念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他伸手捂住我的嘴，不让我再说下去，还问我，江小念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记得我了？我看着他近在咫尺的脸，努力在记忆中搜寻着，但未果。伯爷一副我早就知道了的表情，却故意卖关子，没告诉我。我对伯爷没印象，但却莫名信任他。包医生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拿到家里的监控视频，我很快报了警。沈燕石是跟警察一起进来的，在此之前，我一直拒绝见他。伯爷帮我请了保镖，把他拦在门外。进来后，他也没敢上前，隔着几步远低低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。我看他一眼，转头跟警察说了在家被人故意推倒致流产的整个过程，并提供了监控视频作为证据。警官，他叫许清言，现在就在这家医院。我要以故意伤害罪对他提起诉讼。念念，沈燕石叫我。我没理他，继续道，另外，昨晚的车祸，我怀疑也跟他有关，或许可以从他身上展开调查。话落，门外突兀地响起一道尖锐的嗓音。那你打我的事呢？老女人，我已经被你打得要毁容了，这些都是证据。警察先生，我要报警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。许清言顶着一张鼻青脸肿的猪头脸，气急败坏地走进来。既然许小姐提起，那就请许小姐展开说说，我的当事人江念女士为什么要打你？后她一步进来的是国际上赫赫有名的大律师齐潇。大家好，我叫齐潇，是江念江女士的代理律师。几分钟前，闺蜜谢瑶给我发消息，说她赶不回来，但她请了一个很厉害的师兄帮忙。原来是他。跟我打过招呼后，她直奔主题。许小姐，现在请开始你的狡辩。许清言刚才那种气势汹汹的表情，一下子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满眼慌乱和无措。他红着眼眶，求助般地看向沈燕石。是哥哥。齐潇直截了当地开口，我的当事人江女士之所以动手，是因为许小姐侮辱甚至诅咒她的父亲，也就是10年前因公殉职的消防大队队长江峥嵘烈士。我想，正常人在听到别人辱骂自己的父亲该死，死了也活该这种话，都不可能无动于衷。更何况江队长是因为救火不幸牺牲的，这样伟大的英雄，在离开后不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，反而被辱骂诅咒，这种行为简直恶劣至极，不仅是对法律的挑衅，也是对所有公职人员的挑衅。我想2位警官应该能认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许清言彻底慌了，不停跟警察解释他不是故意的，他知道错了。沈燕石大概不忍心，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哀求我，念念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该死。可妍妍还怀着我的孩子，孩子是无辜的，你能不能看在昨晚我救了你的份上？我垂下眼帘，觉得真的好可悲啊。在危险来临之际，不顾一切舍命救我的沈燕石，如今却把这当作谈判的条件，求我放过他的情人。我重新抬起头，看向如此熟悉又陌生的他。那就当一报还一报吧，沈燕石，20年前在那条巷子里，我也救过你，所以我不欠你的。沈燕石顿时瞠目结舌。我收回视线，看向齐潇。齐律师，在我父亲这件事上，沈先生作为亲历者，明知事情真相，却故意扭曲事实，跟人造谣，导致我父亲名誉受损，我要对他提起诉讼。沈先生作为有影响力的集团公司总裁，我不确定除了许小姐之外，他还跟多少人造谣过我父亲的事，因此我要求沈先生在公司官博上发悔过书，以恢复我父亲的名誉。顿了2秒，我补充道，这件事我希望在我办理离婚手续之后再进行，
我父亲一生光明磊落，不能有这样忘恩负义的女婿。罔顾沈燕时煞白的脸，我又看向许青言。另外提醒一下许小姐，过去沈燕时在你身上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，我会一分不差的追回来。在医院休养了3天，我出院了。齐潇陪着我约了沈燕时谈离婚的事。他今天没坐轮椅，拄着拐杖走进来，眼底乌青明显，脸色很差，一看就是没休息好。换做以前，我肯定心疼的不行，但是现在我淡定地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放到他跟前，你先看一下，没问题就签了吧。沈燕时像是没听到似的，念念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爱的人是你，从没想过跟你分开，我知道这件事是我的错，以后我会尽量弥补你的。你放心，我都已经跟妍妍说好了，等她生下孩子，我就给她一笔钱，她会离开这里。我忍着扇她嘴巴子的冲动。沈燕时，你听听你在放什么狗屁？要孩子我不会自己生吗？犯得着去养一个出轨男和小三生的野种？我的话直白又犀利，大概是觉得难堪。沈燕时顿时涨红了脸。念念，你现在说话变得好尖酸刻薄，一点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江念了。他目光深深看着我。念念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不爱你，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原谅我？如果你不想要孩子，我可以让妍妍把孩子打掉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说着，他试图来拉我的手，我拿起面前的杯子朝他猛地泼了过去。沈燕时，别逼我扇你，你跟小三的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今天是来跟你谈离婚的，没空听你狡辩。你要是同意，我现在就约号，30天后去民政局领离婚证。要是不同意，那我就起诉离婚。沈燕时最后还是答应了离婚。我马不停蹄地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拉着行李箱走出卧室时，被他拽住了手腕。念念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开我，离开我们的家吗？我们的家？我冷笑了下，反问他，沈燕时，那天晚上你跟你的情人视频，在我们的婚床上做的恶心事，我都看吐了。现在你还有脸说这是我们的家吗？现在别说是看见你，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多待1秒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沈燕时瞬间呆住。跟沈燕时领离婚证那天，他把许青言也带来了。1个月不见，他瘦了很多，脸色也很憔悴，但看向我的眼神里依旧带着明显的恨意和警惕。沈燕时没让他靠近，走过来时跟我解释，我从警局直接过来的，怕你等太久，就带他一起了。齐潇跟我说过，许青言几项罪名成立，加起来判了差不多6年，但因为怀孕，现在被取保候审了。我收回视线，并不在意。进去吧。在财产分割这块，沈燕时做了新的补充，给了我更多作为补偿。我没有理由跟钱过不去，果断签了字。拿到离婚证后，我提了最后一个要求。沈燕时，我爸妈那边希望你以后也不要再去了。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，你辜负了我，辜负了他们的信任，他们不会想见你，你也不配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沈燕时带着哭腔的哽咽声，念念，你不能这么残忍。谢瑶出差回来，我跟他约好今天一起吃午饭。刚下车就被许青言拦住了去路。老女人，你凭什么分走阿氏哥哥这么多财产？快给我含回来！我笑了。许小姐，要饭就要有要饭的样子，这么理直气壮，我还以为你又要来抢呢，吓得我差点就要报警。听到报警，许青言脸色变了变，忽然他又咧嘴一笑，开始挑衅我。哼，你分到再多钱又怎么样？阿氏哥哥最后还是我的，现在我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很快就会娶我的，我们才是幸福的一家人。不像你这个老女人，注定要孤独终老。等我跟阿氏哥哥结婚，我一定给你发请柬。气死你！我笑着扯住他的头发，他疼得大叫。看你这么不识好歹，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。我贴近他的耳朵，笑眯眯地说道，许青言，我手里有你跟人上床的照片，我没猜错的话，那是在沈燕时给你租的高级公寓里吧？他僵住了，整个人瞬间变得惊慌失措。我满意地看着他的反应，继续说，所以别犯贱，保护好肚子里这块肉，他现在可是你的护身符，要是做没了，不止马上就要坐牢，还会人财两空。然而许青言并没有把我的警告放在心上。当天晚上，他就在微博上写起了小作文，内涵我是个拜金女，都分手了，还问前任要了很多钱，哭诉是我拿走了他2个孩子奶粉钱。不过微博发出来不到2分钟，
他就自己删了，因为他经常在上面分享跟沈燕时的日常，吸引了近10万粉丝，算是个小网红。即使他很快删除了，也还是有不少粉丝看到，纷纷替他抱不平。我是第2天出门被他的粉丝围堵时才知道，有的还跑到我微博下面闹事，甚至找到我写小说的网站组团抵制我，一致要求下架我的小说，发私信骂我的更是数不胜数。沈燕时大概还不知情，但我可不惯他，直接在微博放了我跟沈燕时的离婚证，上传了他昨天下午挑衅我的视频，以及他侮辱我父亲、推我至流产、匿名挑衅我的短信等罪证。配文是许清言的4宗罪：其罪1，知三当三，道德败坏；其罪2，侮辱、诅咒英雄烈士，知法犯法；其罪3，故意推倒本人致流产；其罪4，雇凶杀人未遂。以上罪证均由公安机关证实，许小姐已被判刑，但因其怀孕，现被取保候审。鉴于许小姐毫无悔改之意，肆意散布谣言，致本人被网暴，严重侵犯了本人的肖像权、名誉权和心理健康，泄露本人的个人隐私，故意误导煽动粉丝，给本人的人身安全造成极大的威胁。因此，我将对许小姐再次提起诉讼，要求追加刑罚，望广大网友一起监督。我艾特了他和沈燕时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在沈燕时微博下艾特他并留言：刷好你的狗。微博发出去不到半个小时，被网暴的变成了许清言。有人顺藤摸瓜，查到他就读的学校和专业，以前被他欺负过的室友和同学们纷纷出来曝光他的恶劣事迹。一时间，许清言的黑料满天飞，甚至还有知情人曝光，当初他被算计，也是他自导自演，这就是他极力反对报警的原因。没想到，还真有傻逼把这婊子当宝贝。傻逼就是沈燕时。受许清言黑料的负面影响，原本在公司处境艰难的沈燕时直接被踢出董事会，后被逼引咎辞职，还要赔给公司一大笔钱。这些年的努力，一夜之间化为乌有。听谢瑶说，当天晚上，许清言被紧急送进了医院，沈燕时对他动了手，差点被打流产。之后风向突变，网友们开始扒我，很快就有人把我跟沈燕时的过往写成了小作文发出来。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失去双亲后相互扶持，相互鼓励，一起努力奋斗，到后来立业成家，再到现在离婚，分道扬镳。网友们羡慕惋惜的同时，也为我能及时止损感到庆幸。不仅如此，有网友还放出一段视频，画面中是我冒着大雨，一步一叩，跪拜了3000界，登上大昭寺。视频很长，最后的镜头是我拿着大师送的佛珠走出寺门。视频配文：佛珠被沈渣男送给了许三，许三扯断扔掉了，说是大街上一抓一大把的便宜货。如今再看，是不幸，却也是万幸。这段视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阵新的舆论浪潮。我没有再关注，推掉了所有工作和采访，关了手机。谢瑶听说我要离开一阵，执意要为我践行，还叫了齐霄和博野。结束时，谢瑶偷偷告诉我，宝贝儿，你去大昭寺祈福的视频是博医生拍的，他喜欢你很久了，或许是故意的，最后是博野送我回家。我说了很多感谢他的话，几乎没给他开口的机会。直到下了车，送我到楼下，他才抓住我的手腕，江小念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博野盯着我眼睛，灼热又直接。我喜欢你，但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会拒绝我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。我确实拒绝了他进门前，我问了他最后一个问题，所以我们之前到底什么时候见过？博野依旧跟我卖关子，下次见面我再告诉你，我并不在意，也没放在心上。刷卡上楼，出了电梯门，一眼看到门口站着个熟悉的身影。走廊昏黄的灯光下，沈燕时就那么静静地站着。念念，他低声喊我的名字，带着卑微的哀求。我脸色沉下来，警惕地看着他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租了这儿的房子。念念，我只是想离你近点。行，那你住吧，我走。沈燕时红了眼，慌乱地说着，对不起，念念，真的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。我冷冷地打断他，对不起的事都做了，对不起就别说了。其实你比谁都清楚，这样做会伤害我，可你还是这样做了。我只是不明白，既然你已经喜欢上了别人，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说？我说过，我不会缠着你的。他哑着嗓音，几乎染上了几分哭腔。念念，
我没有不爱你，也没想过跟你分开，我不想再听他废话连篇，有什么意义呢？沈燕石，事实是你出了轨，我们离了婚，所以以后你别再来找我了。我跟沈燕石认识近20年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从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，一路走来，我们见证过彼此的脆弱和难堪，也曾是彼此的救赎。我原以为能和他携手到白头，可他到底还是变心了。或许有一天我会释怀，但绝不是原谅了他，是我跟自己和解了。我改了航班，去了云南大理。到那里的第2天，我就见到了博野。好巧，他笑着跟我说，不知不觉，时间过去了大半年。这半年多来，我经历了很多。离开那座城市后，我一直在努力逼自己忘记。可相识近20年，相知相伴一路走来，他早已成了我生命里的一部分。要想真正放下，远没有想的那么简单。为了分散注意力，我几乎游遍了整个云南，从自然地理到民俗风情，见到了昆明小人国，见识了传说中苗疆古树，也见证了很多次生离死别。这样紧凑而充实的日子，慢慢的，有一天我闲下来，才突然发现，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过跟沈燕石有关的事情了。倒是跟博野的关系逐渐变得熟稔。我每去一个地方，总能遇见他，每次遇到困难，他也总能及时出现。后来他要跟我结伴同行，我没有拒绝。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对我的用心和包容。博野算得上是一个好男人，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。正式决定跟他在一起那天，刚遭遇了一场泥石流，我们都足够幸运，活了下来。回到客栈，我的情绪一直很低落。吃过晚饭，博野送我回房间，不知怎么的，我突然就开始哭起来。博野抱住我，柔声抚慰，没事了。我在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种微妙的、难以言说的情绪再次翻涌而来。我靠在他怀里，哭着说了很多。我父母、沈燕石，还有那个流掉的孩子，那些我曾经拥有过，最后又失去的人，那些我无力改变、难以释怀的事，被我自己抽丝剥茧的一层层剥开，直到完全袒露在他面前。事实上，从发现沈燕石出轨到跟他离婚，我一直都很克制，没有大吵大闹，也没有歇斯底里。这是离婚后我第一次这么直白地跟人倾诉。或许是内心积压了太多情绪，我哭了很久。博野陪了我一整晚，他给我的感觉很安心，所以我决定给他，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哭完，我问他要不要在一起。转眼又过去半年，博野生日这天，我查出来怀孕。某人执意要我给他和孩子一个合法的身份。我们回了馆场领证。某天，我跟谢瑶去逛街，沈燕石以前的律师找上我。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我说，我知道。他说，沈总离世前交代我把这些交给你。我跟谢瑶皆是一惊。那次车祸后，医生让沈总复查，后来发生了很多事，等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，骨癌。但那个时候太太你已经离开了，沈总不让我告诉你。其实沈总知道你在云南，可他不敢去找你。直到那次泥石流，他穿着病号服就去了机场。我找到他时，他说着，眼眶泛红，哽咽着。回来后一直发高烧，也一直在叫你的名字。我想给你打电话，哪怕只是见一面，但沈总就是不让。他也知道你跟薄医生在一起了，你们领证那天，他就在马路对面看着。他说，终于又看到你那样开心的笑了。或许正因为这样，他才选择自己了断。可是太太，其实沈总一直很后悔，很内疚。王志，如果你是来替他说情的，那抱歉，你可以继续，我就先走了。说着，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看着他。假如有一天，你的女儿不幸经历了我所遭受的一切，希望你也能像今天劝我一样，劝你的女儿选择原谅。最后，我还是没有要沈燕石留给我的东西，卖婚房得来的500多万的那张银行卡，以及一串佛珠。据说是他模仿我，一步一扣，3000石街通往大昭寺为我求来的。佛珠我让王志还给寺庙的大师。至于那500万，我分期给了照顾许清言的阿姨。她被沈燕石打得半身不遂，不仅孩子没了，自己也只能终日躺在病床上，吃喝拉撒都需要人。也许是为了惩罚他，沈燕石花了一笔钱，能确保他2年内不死。我去看过他，确实挺惨。我还跟他说，沈燕石死了，给我留了500万。但我觉得，既然我跟他已经离婚了，这笔钱理应留给你。
所以许小姐，你放心吧，我已经交代阿姨要好好照顾你了。毕竟你活得越久，她拿的钱就会越多。许青言一脸惊恐看着我，阿姨走过来，笑着跟我说：“江小姐，许小姐又拉了，我帮她洗洗，你离远点，别弄脏了。”